普真的动手了，打了伊朗，到底呢打伊朗他的盘算是什么？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美国还真的动手哎！大家本来以为川普说给伊朗2个礼拜的时间，我再来决定我要怎么做，结果呢话才一讲完，一个转头。1个晚上都还没过去，真的马上就派出了轰炸机，然后派出了钻地弹，还真的去炸掉了伊朗的核武设施。然后于是呢，大家就说：天哪，到底呢这个美国是发生什么事了？川普心里头在想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看看。还有川普动作之后呢，到底对全世界来讲，大家各自的一个心理盘算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到这次川普突然之间的动手。当然呢，这个美国内部有一些这个赞成的声浪，有一些反对的声浪，但是大家都在问，到底是什么让川普下定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当然，客观的因素来看，在过去以色列先打哈马斯，然后陆续这几年间，把伊朗呢，他所谓的代理人，都清除的，或者是说实力呢减弱到一个差不多的状况，让川普觉得，我好像有机会割韭菜。以色列呢把这些脏活都干了，那于是乎呢，我现在这个美国只要这个丢几颗炸弹，然后我就搞定这一切，我从此呢把这个伊朗的核武这个放在我心头当中的刺给拔掉。好像挺不错的，所以呢，川普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后续效应开始慢慢出来了。我们来看澳洲媒体啊，他就写了一篇非常大篇幅的一个专文，在分析川普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他其实呢也是在警告中国，警告中国什么？不要以为我真的不动手。不要以为我就真的是什么孤立主义，不要以为我就真的自扫门前雪，别人家事情我都不管。当别人家的事情，我觉得有利可图，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你有点太过分的时候，我还是会出手。所以呢，这个看到了澳洲媒体就这样分析了，他说，其实呢，这就是美国要宣告给中国看，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踩到我的底线，挑衅的太过分的话，我该出手还是会出手的。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宣告，那到底是不是像这个澳洲媒体这样的一个这个讲法？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也不无可能。毕竟呢，这个美国啊，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盘算。好，那继续呢，我们就讲回伊朗。那于是乎呢，在美国出手之后呢，大家都要问，那下一步呢？美国出手之后，你看川普总统怎么说？你不要报复哦，你如果敢报复的话你就会更倒霉哦。所以呢，感觉好像是先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那当然呢，伊朗第一时间除了在针对以色列再飞了几个飞弹过去之外呢，针对美国，它就是现在嘴炮而已啊。嘴巴上呢讲了很多威胁，你这个美国人都会变成我的目标，你这些美国基地给我小心点点，你这个荷姆兹海峡你给我小心哦，各种小心，口头上很会说，但动作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于是呢，大家都说，那到底接下来这场争端，这叫开战吗？到底会如何收拾？你觉得伊朗是会这种挨打了之后默默掉2滴泪，然后我都不反抗的国家吗？它是伊朗所以呢，大家也觉得伊朗应该感觉好像是酝酿些什么哈。那现在这个川普也怕嘛，所以就说你不要给我怎么样哦，不然我会怎么样哦。好，但是呢，我们这个从这个广义来看到现在这场，你要说它是战争吗？还是呢，就是单方面的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个直接攻击这个伊朗的核武设施呢？你要怎么定义呢？因为呢，如果你说它是一场战争的话，那世界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战争，纯粹的空战，没有任何的地面部队，这也很特别。通常呢，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呢，都有地面部队，对不对？我要这个最终我要收拾战场，我一定要有地面部队，然后整个这个进入到人家的一个领土当中，然后呢把人家的这个政权给拔除，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占领他总统府，或者是拿下他的一个政权之类的，那叫做打赢胜仗嘛，不是吗？或者是你要打到人家哀哀叫，然后说对不起我投降，这样叫做这个打赢胜仗嘛。你好像没有看过哪次的战争是这个飞弹我炸你几次，然后炸到你
不敢还手，然后就我赢了，好像也没有这回事嘛。所以你就看到了，大家说，光是用空袭，就像现在的以色列跟美国一样，空袭赢得这场战争，历史上好像还没看过。那于是呢，大家说你最终还是得要有地面部队，但现在看起来，好像以色列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是没有那个企图要派地面部队嘛。那于是大家就说，那以色列跟美国，你们到底是企图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才叫做 OK 呢？才叫做大功告成呢？大家现在已经很多盘算，觉得以色列应该是要让他整个政权倾倒，让他整个政权被颠覆，然后呢，这就叫做因为这个政权对以色列非常不友善，所以呢，我想要把这个政权给让它颠覆掉。但是呢，你把这个政权颠覆掉之后，你难保下一个政权会不会对你更恶意啊？会不会对你更敌意啊？亦或是呢，接下来的更独裁，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你是不是又要再打一次？就不晓得。因为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其实上一个有人这样举例说，以色列当年在19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一样空袭了伊拉克。伊拉克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开始要研发核武嘛，核子设施。然后呢，以色列1981年的时候就是打了飞弹，去空袭了它的核子设施。好，那个时候呢，很像现在他打伊朗的状况。但是呢，打了之后呢，伊拉克就真的这个核设施被你打了，研究所被你炸了，我就不研究了吗？那哪可能啊！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伊拉克呢，就把所有的核子研究啊、核设施啊，全部都转入地下，就很像伊朗现在的状况，在地底下。然后呢，那你说这个以色列这炸了几次，然后呢也没下文，人家照样继续发展，再发展了10年。后来是因为伊拉克啊，他入侵了科威特，后来引发波湾战争嘛，美国的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拉克，然后才把伊拉克它这个核子设施什么啊，全部通通翻出来，全部通通都给销毁。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战争到最终是不是还要地面部队来清理战场？所以你说这次伊朗应该就到这里结束吗？好像也不太可能。所以大家就在猜了，那到底接下来下一步会是什么？真的要推翻政权吗？他要怎么推翻？我们就来继续看。好，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讲，第一时间他没有立刻的还击美国，但是呢，他已经开始口头威胁，他说：这个美国，你在这个中东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美军基地，你每一个都给我小心点。所以呢，现在美国在中东这些美军基地，哇，真的大家皮绷很紧像是呢在伊拉克的、在卡达的、在这个科威特、在沙特的这些美军基地每个都觉得自己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所以现在都是严阵以待。那伊朗呢？当然这个他以一己之力要对抗以色列，好像可以勉强跟你5-5坡撑住，但是呢，要对抗美国恐怕很困难。于是大家都在说，过去呢，在这个国际间已经开始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抵抗轴心国，一个轴心国的连线，对不对？那你要抵抗谁？抵抗美国嘛。那伊朗你要靠谁呢？靠中国、靠俄罗斯、靠北韩、靠巴基斯坦，这些呢被列为所谓的抵抗轴心国，大家一起来反美。好，那你抵抗轴心，既然是在一起，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对抗美国恶势力。好，那这次伊朗被欺负了，有没有人来帮忙？没有。所以你就看到伊朗据说呢是一直找这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也是一个永和国，但是呢就这么妙。6月20号，你看到这个川普下令攻击伊朗，然后呢，6月18号，早在2天之前，川普见了谁？见了巴基斯坦的军事领袖，感觉是不是事前先警告？我2天后我有动作，你不要给我出手所以巴基斯坦呢，至今都没有什么真正要援助伊朗的一个动作。好，那你说他当然去找他老大哥啊，找中国，找俄罗斯啊。但问题是，你看中国跟俄罗斯都是口头谴责了一下美国，说你怎么能这样？你这样不应该，不应该，然后转头就做自己的事了。好，我现在看到中国跟俄罗斯可能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现在不能够跟美国直接起冲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这伊朗来讲，好像也都没有实际的援助。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伊朗还是一己之力
对抗他这个美国对抗以色列，那当然呢，他能够对抗到什么时候，就是打一个大问号了哦。好，那但是你就说了，那中国跟俄罗斯这样子的话，那未来在整个中东地区，如果你会放掉你的盟友不管的话，你未来怎么 hold 住他们？你怎么让你们所谓的反美势力能够这个比较整齐，然后？大家一定要，人家讲说一把筷子你就是折不断，那你现在一只筷子，你看伊朗一只筷子，啪，不是被折断了吗？所以呢，中国跟俄罗斯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我们来看中国、俄罗斯，刚提到各自有各自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跟美国对抗的一个原因哦。那中国跟俄罗斯两国呢？好，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是。最近啊，这个普丁见了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代表，然后呢，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好见了之后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两国之间当然还是非常的友好，对吧？然后呢，他也承诺了说，接下来在这个8月底9月初会访问中国，为什么访问中国呢？当然呢，参加中国举办的上合组织的峰会，然后呢，顺道的要参加一下这个中国这个抗日成功、抗日胜利，还有这个2战。结束了之后80周年的纪念活动，普丁会过去。但普丁啊讲了一句让人家觉得值得细细品味的话，他说：“哎呀，这个我们两国之间呐，中俄关系啊，现在处于有人为制造的困难。什么叫人为制造的困难？但是他说我们还是会稳定发展我们的关系。然后大家就想了。”很妙，什么叫做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有人为制造的困难？大家就开始各种猜测。但反正啊，普丁意思就是，我们有一点困难，但我们还是会好好稳定发展的。毕竟啊，现在在面对美国的一个威胁。中国如果不拉住俄罗斯，俄罗斯不拉住中国的话，那到底哪里还去找朋友呢？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这个普丁当然还是要维持一下这中俄关系嘛。所以除了要访问中国之外啊，那他也提到了，今年中俄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还是会继续下去。所以呢，你看到了这所谓的抵抗轴心国，当然要维持一下他们这个表面的合作关系，但是真正遇到美国动手的时候。真的会互相支援吗？另当别论。我们看伊朗的状况你就知道了。但是呢，这可能是伊朗直接被攻击，我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帮助你嘛。那你说我要私下什么动作，那或许可以，但明面上我就是不能动。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俄罗斯跟北韩之间关系就不太一样啊。北韩呢，在俄乌战争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又出人又出力，这个俄罗斯炮弹打光了没有？我的支援你，即便呢北韩我的这个炮弹的这品质可能参差不齐，但没有关系，有东西打出去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北韩出了很多的士兵帮忙上战场去打仗，然后出了很多的炮弹，在俄罗斯需要的时候的援手。但据说啊，普丁呢在跟这个北韩啊这个要求支援的时候啊，金正恩给了他一张。愿望清单，我可以帮你，但是我有一点想要核子动力潜舰，我可以帮你，但是呢，我有一点想要那个无人机的技术我可以帮你，但我有一点想要那个核武的技术。愿望清单叭叭叭一大叠。那当然啦，这个普丁很需要帮忙，所以呢，愿望清单没有问题，通通给你，你要什么都给你。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真的。这个北韩士兵上战场了，然后你也看到最近金小胖在干嘛？一天到晚啊，这个剪彩，那个视察一下那个新的武器，这边剪彩，那边视察一下什么？他怎么什么都有啊？现在无人机也有了，核子动力潜舰也有了，这个也有了，那个也有了，新的防空这个飞弹系统我也有了，什么都有了。通通都是普丁送给他的，所以呢，大家就说哇哦，这个俄乌战争让北韩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战略黄金年代。过去呢，他一直被人家诟病说你那武器很落伍啊，很逊啊，你什么样就是指那一只嘴，然后跟你有核子武器你就嚣张。结果现在人家不一样哦，人家呢。帮了一次普丁之后，他整个军事设备大升级了，而且呢，甚至呢，他连核子潜舰都有，这也让南韩觉得哇，倍感威胁了。所以你看到了，其实每一次的战争或每一次地缘政治的冲突，对于整个
国际间情势都是一种洗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就假定伊朗在这一次的一个冲突当中，它的实力被削弱了，无论是它之后现在的这个神权政体，它被推翻与否，就算它被推翻了，可能接下来你会面对到的是一个 maybe 军阀割据，或者是来一个更独裁的一个人来一统这个伊朗的一个乱局。它都会让整个中东情势变得更向天平的独裁方来倾斜。那另外一个是，它如果这样的神权政体被推翻了之后，你能够说哇，那马上就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好像也不太可能。所以呢，你说它被推翻了之后呢，那可能新的会觉得哦，这个被推翻很可怕，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快一点，继续的研发核武，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呢？所以呢，无论这个政权有没有被推翻，你无法预期未来的伊朗就会变成一个太平盛世，就会变成一个这个美国或以色列心中所想的一个非常温和的国家，那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乱局在中东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好，这是伊朗，但是伊朗的潜力呢？如果无论他政权被推翻与否，他的实力被削弱了。实力削弱之后，整个中东，我们才讲啊，这个中东的一个情势会怎么样洗牌呢？以色列他的直接对上的敌人会从伊朗变成土耳其，所以呢，土耳其就会突然间，哎呦，以色列你以前的头号敌人是伊朗，你现在会觉得是我土耳其。那土耳其现在其实你看他们民间的一个声浪，已经土耳其也想要拥有核武哦，因为他们看来看去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要有核武讲话才大声，要有核武才是他主权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护伞。你看看北韩，你说它民不聊生，你说它这个人民这个非常可怜，饥荒，然后呢有多惨，经济被制裁多惨又多惨，但是呢它有核武。你奈他何？大家都看他牙痒痒，然后大家看他不顺眼，但是金小胖讲话就是大声。然后你看到乌克兰，当年也是有核武的国家，对吧？苏联所有的核子武器都在乌克兰。后来呢，乌克兰被迫把东西通通还给这个俄罗斯，还了之后，你看他今天被打成什么样子？然后你看到伊朗，他明明有核武，但他就是发展的慢了点，不像金小胖，我管你什么，我就是硬发展，硬发展，硬发展。然后呢，这个伊朗还在那边遮遮掩掩，还要发展不发展，然后偷偷发展，然后呢还不能让你知道，结果你看现在被打了吧？所以呢，大家就说了，其实，在最近的这盘棋当中，特别是你看到了这个美国，他过去呢好像已经不太想管别人家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我的这个国安问题，我要自己保护我自己，但是我要怎么保护我自己？核武变成了那个好像拥有最后话语权最重要的，甚至还有人现在会回想当年，说你看当年法国，就是说他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啊，那年啊，这个戴高乐总统问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甘乃迪一句话，他说：“美国，你叫我不要发展核武，你会保护我？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争端的时候，美国，你愿意为了保护巴黎？”而让你的纽约遭到核弹攻击吗？甘乃迪沉默了，这一个承诺呢，戴高乐就决定法国不能把自己的国安问题交到别人手中，所以他依旧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让法国今天成为一个永和国家，对于国安有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呢，其实现在当这样的故事不断的被拿出来，当乌克兰你看他本来有核武，后来没了，现在有多倒霉，然后你看到伊朗被打了，你看到这个北韩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聚焦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好像永和才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最高指导原则。当这样的一个气氛在世界上开始蔓延的时候，你难保接下来你会看到土耳其开始要发展核武吗？你看到 maybe 在中东的情势，伊朗没了，土耳其现在要发展核武了，你觉得沙特他们不想发展核武吗？大家都想要保护自己的，所以呢，未来这所谓的核不扩散原则会不会在这些事情当中又开始被挑战？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好，这是中东的情势引发的一些联想，那帮大家整理在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